Hello，大家好，我们播客的第2期内容，今天讨论什么呢？讨论这2天在热搜上被讨论的非常多的关于 DeepSeek 的新闻。那么这一次 DeepSeek 再次冲上热搜，主要是因为2个关键字，第一个就是所谓的流量下降了30%，第二个关键字叫做用户使用率跌至3%，甚至用暴跌至3%这样的词，确实会引起很多人的关注。当然，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很长时间我们也没有看到公众对于 DeepSeek 的特别广泛的探讨。那借着这样的一个机会，很多用户呢也开始在社交媒体上吐槽自己最近使用 DeepSeek 的这个留言，直接把这个热搜顶得非常非常的高。但是我在看到了这个新闻之后，我其实脑子里边瞬间打了一个大大的问号，因为这里边有一个巨大的问题，就是我首先不太明白这个新闻里面所指的所谓的用户使用率是什么意思，因为在我看来这是一个特别没有明确定义的指标。那么因为用户使用率这件事儿，首先在互联网行业当中几乎很难听得到，对吧？如果我们讨论 MAU、讨论 DAU、讨论所谓的这个活跃时长、留存时间，这些我觉得有价值，对吧？就是它是可以精准被定义的。但是用户使用率，你是指在所有的 AI 工具当中，我使用 DeepSeek 的概率，还是指说我在解决一个问题的时候，在 AI 应用和非 AI 应用之间，或者 DeepSeek 之间，我该如何选择？甚至是会不会有这种叫做原来假设有100个用户使用 DeepSeek， 可能现在只剩了3%，就是3个人在依旧使用呢？等等等等。也就是说，它的这个理解维度其实非常的宽泛，也就是表达是极为不严谨的。那第二个问题就是说，在流量暴跌这个问题上，我倒是觉得，因为非常有可能，因为不是所有的产品在爆火之后都能够维持在一个高点的。那至于30%呢这件事情，我的第一直觉和反应就是，我想知道到底是移动端流量，还是 PC 端流量，还是 token 的总体消耗数，等等等等这种比较具体的数据，而不是一个宽泛的数据。所以在我这2天在仔细的这个看了一下所有的内外的新闻，包括网友的评论之后，我才觉得，原来这件事儿其实本质上是媒体在报道的时候，因为可能角度不全面甚至不准确所造成的一次舆论的哗然，可能跟 DeepSeek 本身的表现的基本面和这家公司现在所处的业务的状态好像没有特别直接的关系。所以我觉得特别有必要在我们的播客当中用一个比较详实的篇幅来把这件事里里外外的逻辑呢跟大家阐述清楚。在我们正式进入到这个正题之前呢，我想先大概讲一下这件事的背景。实际上事出有因啊，7月3号有一家叫做 Semi Analysis 的美国的研究机构发布了一篇文章，叫做 DeepSeek Debrief Over 128 Days Later， 意思就是说在 DeepSeek 爆火的128天之后，我们打算给 DeepSeek 做一个阶段性的小结。那可能很多人可能会理解为说，是不是说又是这个在意识形态的加持之下，美国的一些所谓的行业研究机构在做空 DeepSeek 或者说抹黑 DeepSeek。那么为了验证这个问题呢，我自己也到这个网站上充了他们的会员，看了他们所有的文章，把这一篇7月3号前2天刚刚发布的这个报告也完整的研读了一下。我个人的判断就是，实际上并没有其实里边人家把很多的角度和问题，包括数据的一些不准确的角度都做了非常好的阐述。实际上这家机构在2023年就开始高度的关注 DeepSeek， 原来它是在研究这个怎么说叫芯片和 semiconductor 半导体领域里面产业链的一些这个前沿的技术研究和行业报告。随着半导体行业和 AI 行业的高度紧密结合，他们就开始把目光转向了 AI 的领域，甚至他们可能是最早的一个在23年 DeepSeek 爆火之前就开始高度呼吁相关的业界关注这家黑马公司的一个机构之一而且这么长时间一直在做一个跟踪性的报道。所以在我看来，这篇文章的角度，包括内容，包括所阐述的数据，包括这个问题的这个标题，其实都是一个属于惯例性质的，对于一个重要的 AI 公司持续跟进的这样一次研究报告所以先解除这个问题，对吧？那为什么在这种情况之下还会产生所谓的疑问或者是误传甚至是夸大呢？看完了这个报告之后，我认为问题主要出现在这4张图上。其中就是第一张图呢，就是所说的关于用户的关于这个用户的总体规模和 DeepSeek 在 AI 用户当中的市场占有率问题。第二个数据呢，指的就是所有的 token 的消耗的这个走势图过去这么长时间的发展。第三个呢，就是指 DeepSeek 官方的 API 以及第三方 API 调用这个模型的 token 流量发现好像第三方的越来越多，自己第一方的越来越少。第4张图就是很关键的，刚才所谓的流量下滑的那个根源，就是指在网页端DeepSeek 的官网的
访问率啊，从这个最初的6.14亿到4个多亿，下降了30%左右。所以基于这4张图所得出来这个结论，乍一看好像是蛮吓人的，但实际上其实，对于这种所谓的行业研究报告，要想仔细看清楚，一定要结合上下文看全文，对吧？所以我也特别怕有人把我的 podcast 或者是其他内容断章取义的，我实在是深受其害，是吧？所以为了讲清楚我们这4个图片和这个关键的论点，对于 DeepSeek 基本面的一些剖析，我们应该从这4张图逐一入手。我们先来看第一张图，也是最容易引起误解的一张图。为什么说它容易引起误解？就是因为它是2个维度不同的数放在一张表格里边，所以说不仔细讲，确实容易产生误读。左边这个呢，这个数轴，它指的叫做用户指数。用户指数大家一定要记住，不是所谓的具体的用户数，不是说100用户、500用户、600用户，不是这个意思。它是不管去年夏天2024年的6月份有1个用户还是2个用户，我都把它作为基准值100来转化成为了一个用户指数。那为了算账好方便，对不对？我们就把去年所有的这个 APP 的用户数假定为是10个人，对吧？那经过了12个月的发展，到今年的6月份，那么这个总体市场规模达到了多少呢？大家可以看到啊，这个左边这个轴是500多，可能约等于55个人左右啊。那中间在 DeepSeek 1月份爆火的时候，行业发展到中间，看到这个数值大概是30到33左右吧。我们就写个30吧，好吧，按照这个数据来来方便好算账。那么在右边这个轴，实际上表达的才是 DeepSeek 的市场占有率的问题。那么当它1月份发布了的时候，迅速的把这个占有率拉升到了8%的水平。如果我们用这个数来乘以30个，当时市场的总体规模，比如30人乘以8%，可能约等于因为这都是约数，可能2.4人。也就是说，当时30个人里面就有2.4个人在用 DeepSeek。那么换算到今天来看的话，如果是以市场规模，假设是55个人的情况之下，我们要把它来去55乘以市占率的4.5，你会发现它约等于多少呢？大概可能，这有点难算啊，能不能帮我算一下多少？2对吧？约等于2.475啊。那你就会发现，好像还有微微的涨幅。如果你4舍5入的话，可能约等于2.5，对不对？也就是说，通过这样的一个数值来去对比的话，你就会发现，在过去的5个月时间里边，虽然说看起来 DeepSeek 的总体占有率在下降，但是换算成用户的人数来说的话，可能还会有微微的略有一些上升。这样的一个数字看起来，跟我们看到的所谓的用户使用率从100%暴跌到3%，那这件事儿就完全是2个观感，对吧？所以在这个图表当中，原文的报告也明确的指向，这指的是市场占有率。但是我们也要观察到一个点，那就是说，在过去的5个月的时间里面，整个的移动 AI 的 APP 好像装机量有了一个快速的增长，但好像貌似 DeepSeek 的增长量并没有那么高。那这个数据本身又值不值得我们去焦虑呢？我们来看下一张图。那么第2张图，也就是我们右边这一张，它就是一个非常陡峭的上扬曲线。这个图指的又是什么呢？是指 DeepSeek 模型的所有的 token 的吞吐的总流量。OK， 那么从这个指标上来看的话，还是刚才的指数逻辑啊，把一个起点的数作为一个基数，那么从最底下的100，大家可以看到最高峰的时候，其实涨到了将近20倍以上，对吧？降到了20倍以上。但是这里面还都不是我认为最值得关注的，最值得关注的一个点是，你要注意到这个数据的起始点是什么时候？这个数据的起始点是指2025年的1月末到2月初这个时间点，也就是说是我们刚才这样看到图片出道极巅峰的这个 DeepSeek 的这个时间点，也就是说，在它以最高峰时期的用户数乘以用户的人均 token 总数，得出来一个结论，把它作为这个增长的基数，再乘以20，这才是 DeepSeek 过去在过去5个月时间里面流量增长的真实情况。但是区别在什么地方？为什么你会在左边这张图看到下降，右边这张图又是陡峭的上升呢？是因为左边这张图指的更多的是下载 DeepSeek APP 的用户数，也就是我们叫做第一方用户数据，直接的用户数据。而这个所谓的 token 的总消耗量，是指包含了第三方所有服务在内的这个 token 总消耗量，意味着就是说，如果 DeepSeek 后台接入了很多其他的互联网服务，
OK， 那么可能你在使用这个服务的时候，你并不感知到你在使用 DeepSeek， 但背后其实这个 token 和流量都会体现在这样的一张图表里面。所以只有这2张图放在一起，我们才能做一个综合的评判。也就是说，我们之所以看到第1张图里面市场占有率的下降，是因为直接下载 DeepSeek 官方 APP 的人少了，但是真正在使用 DeepSeek 模型服务的人其实是在陡峭的增多。为什么说这里边这个流量的增长和用户会挂钩呢？那是因为当流量增长了20倍以上的时候，有互联网常识经验的人都知道，除非你的用户总量不变，它的使用量乘以20倍，对于普通人来说的话是不太可能发生的。所以当流量迅速放量的时候，一定意味着在某种程度上来讲，用户的人数也会随之放大。只不过这里面第1张图我们强调的是什么呀？叫做直接用户。第2张其实是直接用户加间接用户所带来的流量。OK， 那么有了这样的一个基本面的认知的话，我们就可以发现其实情况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糟糕，对不对？有了这样的一个基本面认识，我们再来看第3张图、第4张图，可能结论又会完全不一样。好，讲完了刚才上面的2张图片，我们在讲这张图片的时候就特别容易理解了。如果说第一方直接使用 DeepSeek 的人越来越少，或者是说大部分的流量增长都来自于3方托管的服务，那么这张图片所表达的这个趋势其实就应该是顺理成章的。它表达的是什么呢？就是说在所有这个 DeepSeek 模型的消耗总量当中，通过 DeepSeek 官方 API 的有多少，对吧？如果说更多的流量都是通过第3方服务接入的，那么官方 API 的流量在下降，这难道不正常吗？对吧？这是一个必然的结果和一个趋势。那么左边这张图所表达的是什么呢？就是很重要的一个切入角度，就是说所谓的流量下降30%。但是大家一定要注意，这里边讲的叫做 Web Visit Statistics。Web Visit 什么意思？就是指网页端的这个获取。那么这里面我们经过了一些验证啊，我个人判断这个30%流量下降，更多的其实指的就是 PC 端的流量下降。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看了用开发者模式看了一下 DeepSeek 的这个安卓和 iPhone 的这个 APP， 对吧？应该大概率是原生 APP， 所以不会把这个 H5 APP 的情况也算入到所谓的外部访问。那么如果说是官方的网站的访问量下降了30%，我认为这件事情也是合理解释的，毕竟在官网的使用体验并不优秀，对吧？通过第3方服务能够获取同样结果的情况之下，如果体验更好，那不去它的官网，这件数据也是可以理解的。所以说前2张图是最为关键的，对于我们整个目前 DeepSeek 经营和运营的情况和这个模型的渗透的情况一个认知的基本面。在这个基本面之下，再结合2个具体的数据，一个是必然导致的，另外一个也是有合理解释的。所以说我们对于这件事的认知才算是真正完整。好，我们刚才把容易造成误解的4张图呢做了一个线性的梳理，相信大家能够更加全面的理解了这件事儿。那么如果用几句话来总结，那就是说过去5个月 DeepSeek 的直接用户的获取并没有太大的突破，但是间接用户的获取应该说增长还是比较多的，直接流量甚至有比较大的下降，但是间接流量的增长幅度甚至更高。那么面临着这样一个看似此消彼长的一个比较冲突性的数据，那到底对于 DeepSeek 现在的整个的经营的情况，或者是说它用户的情况是健康还是不健康，我们该如何来评判？那我想要得出这样的一个结论，必须要结合这家公司本身的定位和战略来去探讨，才能够得出准确的判断。如果说 DeepSeek 的定位和 OpenAI 一样，是希望通过给 C 端的服务消费者提供直接服务，并且直接收费的商业模式来去这个寻求未来的话，那很明显这个数据是一个惨不忍睹甚至是极为糟糕的。但如果说 DeepSeek 的定位是一个在未来的 AI 生态当中成为水电煤一样的基础设施的底座型的这样一家公司，那么走向所谓的基础设施化的这样一个趋势反倒才是健康的。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它这个数据又是特别喜人的。那么甚至在我看来的话， DeepSeek 想要走向所谓的基础设施里边的底座型公司，这几乎是没有选择的必然结果。
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我们必须要看到现在这样DeepSeek 在发展过程当中的一个局限。AI 今天在整个全球的竞争的发展当中，其实是带着有着强烈的国与国之间竞争的核心要地这样一个身份和角色的。那么 DeepSeek 在问世和诞生的初期，它就是在这样一个历史的大的环境和背景之下，去诞生的。所以说，自然也会面临着非常非常多的局限和挑战，绝对不可以把对于它的理解单纯的从所谓的技术突破和技术竞争的维度去理解。那么，之所以会选择成为一个基础设施型的公司，就是因为面临着所谓的技术突破，想要直接对 C 端消费者去提供大量的有质量的服务，实际上它是难以有足够的资源去进行支撑的。比如说，我们举个简单的例子，它之所以能够在之前推出 R1。出道即巅峰，其实本质的原因是因为在美国对中国的 GPU 禁运之前、封锁之前，它就囤积了一大批的这个 GPU 和显卡。那么正是通过这一批囤积下来的基础和原始的算力，才能够将 R1 甚至 V3 这样的模型推向市场。但是随着未来整个大模型行业的发展的越来越竞争激烈，未来的模型的规模不断的放大，又随着这种所谓的短期之内 GPU 禁运的政策不会有任何的改变的情况之下，资源的捉襟见肘这样的情况只会愈演愈烈，越来越严重。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如果还想要 DeepSeek 能够更加长远的发展，将模型开源是唯一的选择，因为只有模型开源才能够让其他更多的人通过三方托管的方式，既能够增加这个模型在市场上的渗透率，但同时又能分担对于资源的消耗。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说，在这样如此紧张的情况之下，绝对不能够把宝都压在所谓的直接用户的获取上，因为直接用户的获取越多，对于它的整个算力的分散就越严重。那么如何去在有限的算力情况之下去训练更多更先进规模更大的模型，那就是更加天方夜谭的一件事儿了。所以说从现在我们看到 DeepSeek 的这个状态来看，R2 的这个模型的延期，以及我们看到经常在官网上使用它的时候会产生崩溃啊，或者是说这个响应速度很慢的情况，其实这都是算力捉襟见肘的一个典型的一个特征。那么当然了，还有很多其他的问题，比如说像它的这个对话框大小可能只有64K，不是在行业当中现在已经不算是特别先进了，等等等等，这些都是指向同一个问题的。所以只要这个问题不突破，甚至如果大部分的环境没有改变的话，如何聚焦资源去真正扮演好它自己在生态底座当中的位置，我认为这才是 DeepSeek 最应该去思考的问题。而通过不断的接入更多的第三方服务，通过间接用户的方式来去增加和带动整个中国 AI 生态在普通消费者当中的渗透率，我认为这才是一个更加切实可行的一个道路。OK，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目前 DeepSeek 的这个数据，我至少看完了之后，我个人是觉得我其实一点都不焦虑，我也更加觉得，如果我们听风就是雨的以这一种新闻的角度去传播 DeepSeek 目前的和理解 DeepSeek 目前的经营情况，我觉得其实可能多多少少有一些不负责任的这个成分在吧。那么沿着刚才我所讲到的 AI 的竞争，这个国际化的竞争背景，我可能想再多阐述一些我个人的观点。实际上，在今天的这个现代化的科技竞争当中，其实 AI 核心战场的重要性，甚至你可以理解为跟核武器是同一个级别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其实过去二战以后这么几十年的时间，人类社会之所以很和平，就是因为几个核大国之间达成了一种核威慑的某种程度上的平衡。这正是在这种平衡之下，谁都不敢轻易动武，所以大家都不打仗了。但是从这个 AI 诞生和发起的主要的国家，从美国的角度来说，当这样的一个技术诞生在他们的国家，且没有被全面扑向全球之前，这是美国持续的保持在科技的领导和统治地位，甚至是全球霸权，未来一个全新的一个武器和一个杠杆。所以为了维护这一种所谓的现状和地位，那么限制 AI 在美国之外的发展就会被提升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国家战略级别的这样的高度上去讨论。所以我才刚才讲到，为什么 DeepSeek 的出现不能够单纯的以 AI 的技术维度来去突破，它就生在了一个这样两国竞争极为激烈的背景之下，所以自然对于它的考量和它的位置，也必然要结合这样的历史时代的背景来去思考。甚至前一段时间我在看这个有一期看美国的《时代》杂志特别有意思，因为《时代》你知道是在美国非常主流的一个精英阶层的中产阶层的一个读物，它在它的第一页扉页当中讲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那就是在核武器诞生的时候，其实美苏两国都特别
致力于防止核武器的扩散，包括到今天都是一样的，这是维护世界秩序非常维护这个叫做第一梯队国家世界这个第一梯队位置的重要的手段。那么当美国人认识到这一点了之后，他们就认为维护 AI 的不扩散也是极为重要的，所以他们提出了一个新的概念，叫做 AI non-proliferation。那这个词呢，其实是来自于 nuclear non-proliferation， 就是指叫做核不扩散。那么如果他把这样的一个概念运用在了所谓的 AI 的不扩散的逻辑上来说，这恰恰就证明美国的精英阶层，白人的精英阶层，把这件事情的战略高度已经提升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竞争高度上。那么既然在学术层面上，可能你无法阻止 AI 技术向外流动的这样一个通道，也就是说，美国人虽然发明了 Transformer， 但很快的，可能中国人、欧洲人、日本人都会理解这个技术的底座。但是，即便你理解了技术底座，你没有算力，可能你也无法去应用它。也正是在这种所谓的 AI 不扩散的思维方式上升到核不扩散程度的高度，再加上无法阻止学术的交流和学术的流动，才在算力的流通上，美国下了这么大的力气来去进行控制。实际上，其实为什么我觉得说这一次我们对于 DeepSeek 的这个新闻上冲上热搜，完全是基于一个国外的报道。中国媒体的误读所造成的一次舆论哗然，那就是因为这一次我们的所谓的 DeepSeek 热搜和年初的那次爆热，它有属性上本质的区别。在年初的时候，你可以理解为，其实真正狂热的并不是中国市场，其实这个 DeepSeek 的爆火的源头其实来自于美国社会。美国社会为什么对于 DeepSeek 出现了之后会有这么大的反应，就是来自于一种长久的所谓的技术不安以及一种焦虑。我看了很多的外媒的评论，包括网友的评论，其实大家最不能接受的，就是美国人最不能接受的，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创新居然不来自于美国。而不来自于美国之后所引发出的一系列的焦虑和担忧，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叫做惊蝉效应。所以在这种效应之下，在这种恐惧之下，这一波传回到了中国国内，然后才形成了我们整个全球对于 DeepSeek 和 AI 产业的一个广泛的探讨。所以这一次为什么和上次不一样？本质就是因为这一次你会发现，只有内网讨论，外网是不讨论的，对吧？我看了一些外网的这些新闻，几乎大家都没什么好说的，就觉得这是一次再正常不过的，对吧？行业的评估报告。只不过是因为我们的误读，所以才导致这个事情好像说起来非常的这个夸张。好，那么讲完了这些之后呢，我就觉得它诞生的时代非常的特殊，同时在今天中美竞争的这个环境之下，它也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那自然也就引申到了一个很重要的话题，就是我们如何去认知 DeepSeek 和它所带来的突破和创新在中国 AI 行业当中的位置，或者是在整个 AI 行业当中的位置和意义。我觉得首先我最想强调的一个观点就是 DeepSeek 确实是在 R1 和 V3 的这个版本迭代的时候，给整个 AI 行业带来了非常重大的突破性的贡献。但是这个突破性的贡献，我们必须加以很多的限制条件去看。我之前在这个第一期的节目当中就讲过 ，DeepSeek 主要的贡献不是在数据，不是在模型的底座原理，而是在训练方式上。那么在训练方式上，将训练的功耗和训练的效率大幅度的提升，对于整个行业的进展有没有意义？当然有意义。但是我们也必须要看到这个限定条件是什么，那就是说，当模型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降低所谓的智能单位的功耗、成本以及提高训练效率，几乎会成为一个永恒不变的追求。那么，如果不是 DeepSeek 在这样的一个极端的情况之下，大幅度的提升了这个效率，那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整个行业的总体的效率也依旧会达到相当高的水平。但是这件事儿由中国人理解、创新并且突破出来，重不重要呢？当然重要。虽然我们要看知道 DeepSeek 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但是在一个西方人主导的社会和整个技术的环境之下，中国人吃透这件事儿、理解这件事儿，并且带来属于自己的贡献和创新，这难道不意味着我们在新的 AI 竞赛当中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门票吗？这其实极为重要。对吧？但是我们又不能把这件事儿放得特别大去理解。除了刚才我说那个角度以外，我想举一个例子，就它特别像 F1 赛车，就是 DeepSeek 在 R1 和 V3 的时候给行业带来的突破，特别像一个名不见经传的车队，突然在 F1 大奖赛的某一个分站赛拿了一个冠军。你可能从来没有想过，这个名不见经传的车队居然能够突然冒出来，击败法拉利，击败迈凯伦，击败这个梅赛德斯，是吧？拿到这个分站赛的冠军。但是他在一次分站赛的冠军能够得到突破，并不意味着他能够持续的保持这样的一个极高效的一个势头。甚至在那个时候，大家引发了一个最重大的一个关注，就是说我们看到用几百万美金就能训练出一次模型，其实这也是形成误导的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也就是说，可能单次在一次模型的训练当中，它的成本确实是很低的，也得益于我们在巨大的条件限制之下，必须要在训练方式上做突破、做创新。但是你不能只看到一个环节而忽略整个链条，对吗？因为就像 刚才我举的 F1比赛一样，他可能在一次分站赛拿到了冠军，是因为他在一些优化和路径上做的极为的极致和细腻。但是你别忘了，进入 F1比赛本身的门槛就是极高的，就是极为费钱的，对吧？所以虽然说在模型效率上有提升，但是确实这依旧是一个资金极其耗费量巨大的一个产业。所以综合在以上来看的话呢，我反倒觉得，如果这一次我们认知到它是一次媒体误传所导致的舆论大滑，也理解到我们能够准确的看到 DeepSeek 过去的贡献和它现在所面临的挑战。那么我想，可能作为中国的用户或者我们普通的网民，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应该尽自己的努力去给一家这样的公司，给予它足够宽松和包容的成长和经营的环境。甚至我反倒觉得这样的本次这样的误会，其实压根儿就不应该发生。因为你如果坐在这个创始人和团队的角度来说的话，我能想象得到，可能随着这几天的热搜，他们一定会接收到来自各方的垂询和这个问候，是吧？就是你们到底这件事儿怎么回事？所以可能他们就要陷入到无休止的这种解释成本当中去。我认为，对于中国 AI 产业这么重要的公司，对于中国 AI 的发展提速和普及做出巨大贡献的公司，在未来可能还承担着很多很多更大责任的公司，我们真的应该给它更加宽松和包容的成长环境。所以我才觉得这一期的 Podcast，我们从看到热搜到这几天，我们一直都在加班加点的就去打磨一些今天所讲到的内容，目的就是希望能够在这样的一种舆论环境之下，能够尽自己的努力，扮演好自己的角色，能够呼吁一种相对理性、相对宽容的一种态度，然后能够让这个行业在中国的大地上滋养得更好，成长得更好。我想，可能如果能尽到这一份绵薄之力的话，我们可能也就发挥了自己一点点的小小作用吧。OK，这是我们第2期的 Podcast 内容，我就讲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